刚才去莺歌陶瓷博物馆补一下球，然后就看到早上的快报，早上那边有卡比兽，高 IV 值的卡比兽，这边有人抓到吗？早上有人在这里吗？哦，所以我考虑把三英的课挪到早上哈。啊，没有啦，开玩笑的。刚去那边补了一下球，这样子。哇，先讲一下昨天的残念哈。昨天11点多，我看到快讯，然后离我们家开车过去7分钟，在台北华城那个地方有一只卡比兽。哇，然后11点多跟我太太说冲，冲，抓了车钥匙，然后还穿着睡裤，套一件外套往外冲，到那边，然后打了第四颗球，我忘记每次都要喂莓果了，就好像有2颗没有喂到莓果，它竟然跑掉了，变一阵烟，我当场就抬头看着天，天啊，天啊，为什么跑掉了呢？结果太太有抓到了哈，所以幸好一路上他就为我觉得难过这样，还好 CP 2000多的这样子，残念呐，残念。好，来，好像有个同学特别从花莲过来一下，来上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我们这个普龙宫民宿的老板娘哈，来是不是也要帮他怎么样征婚一下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哈。那为什么要请他跟大家分享哈？那几个部分哈，一个可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有关系了哈，因为他之前也经历他爸爸的往生。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爱你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好，所以他经历过他爸爸的往生。那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正在面临婚姻的问题。那也面临了这个，如果结束婚姻，小女儿怎么办？我记得那时候小女儿是小学3年级。好，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很认真的在学赛斯心法。好，那当时她也跟我说，因为离婚的痛苦哈，她想到奥修村普纳去住个1年半年。好，我就跟她说神经病。自我面对比较重要。好，那好好面对自己的婚姻，好好的去看自己跟女儿的关系。好，离开跟逃避不是办法。好，那后来这个同学真的非常的认真。那还有要佩服他的勇气哈。最近我一直跟大家讲哈，不是理想来得太晚，是你不够勇敢。好，也不是相见恨晚，是你不够勇敢哈。那时候这个同学台中有一间这个中古的房子，然后身上从头到尾才10万块，离婚带着一个女儿。好，因为他那时候来找我的最大的原因是，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了，曾经当过手工艺的老师，他能养活女儿吗？能养活自己吗？后来他就带着10万块到花莲去，完成他的民宿梦。他要做一间民宿，身上只有10万块。那个10万块就是妈妈把你卖给阿霞那个10万块，为了10万块，他到了花莲找了仲介，他也没有告诉仲介身上只有10万块，不是欧元是新台币，他要看地。可是若干年下来了，他完成他的梦想，买了地也盖了房子，就是海内外闻名的普龙宫民宿。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它甚至已经台湾的什么10大特色民宿之一了。那里面的一砖一瓦都是这个同学亲自去做出来的。甚至他跟我讲，后来他自己都会修马达，而且还会弄和水泥了，不是和稀泥是和水泥。然后铁工啦、泥作啦、木工都会了。甚至还学怎么凿井所以未来你们家如果后院要凿一口井，方便杀人灭口的话可以找他来协助所以从他身上我看到一个柔弱的小女人，在离婚之后面对着能不能养活自己，到他今天拥有一个台湾10大特色之一的普龙宫民宿。而且他真的一度都把赛斯心法运用得很好。
像平常花莲的民宿有时候这个周休5日只做礼拜六、礼拜五晚上。那平常的住宿率可能不到1到2成，那他的民宿可以一直维持到7到8成以上，而历久不衰。对，历久不衰。就是说，当所有的其他民宿都是1到2成，这不到1成的时候，它可以做7到8成。当然，代价就是累得跟狗一样啦。所以他一直把赛斯心法用得很好。来，跟大家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九九，然后现在住在花莲。老实说，我那个灵魂永生的部分经过爸爸往生，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他妈的。他就刚出了那个我爱的人要走，然后才刚买那一本书。不能这样说，我爸也走了不是只有你爸走掉我们也是一个陪一个，很公平的对不对？是啊。书才刚买，然后不到1个礼拜，然后爸爸就这样就走了。然后我自己跟爸爸的连结是，算是比较深的，因为爸爸很宠爱我、溺爱我，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啦，都还是像早上开车从花莲来的路上，也是莫名其妙就又想到爸爸，对啊，然后一直在想说，我从花莲回到台中的那一天，因为爸爸往生的那一天其实我早上是有感觉的，所以本来是要进工地画图，本来那个时候民宿还没盖完，那我都是在工地自己一个人待在那里画图，然后那一天开车要去工地的路上，一直觉得心很不安，所以后来就掉头把车开到海边去，然后打了电话给妈妈，问说：“爸爸今天状况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要走。然后妈妈就跟我说，她这几天是昏睡的状态，因为那个她肝硬化，然后那个阿莫尼亚整个很高。那我们又不是很愿意去医院，所以就在家里。那醒着的时间很少，然后我就在海边跟爸爸告别，然后也跟爸爸说，我觉得我跟你连结太深了，如果我现在跑回台中的话，你可能会不好离开。然后所以就在海边跟他说话，然后当天晚上就接到电话，爸爸就真的就离开了，然后到隔天才一路从花莲开回台中，然后眼泪没有停过。然后其实爸爸从那个冰柜里面拉出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那个可能是爸爸最后带给我的生命教育，就是看着爸爸这样子被拉出来，你就觉得人生到最后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老师常常讲，大家最后就是死路一条。然后，所以到后来爸爸往生到现在，其实面对生命里面如果有一些挫折不愉快，那总是会想到爸爸那一幕，然后就会觉得说，在我现在还活着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自己过好，然后把人生过得精彩，因为最后就是每个人走到最后就是这样子的路，对啊。然后最近刚好上个月諮商也跟老师讨论我现在民宿盖好了，然后一切都很安稳，然后生意上也算稳定，虽然我每个月要追很多的钱，因为整个民宿的那个资金全部都是贷款来的，所以那个每个月的支出基本费都是20几万。那可是算是稳定的状态。然后跟女儿的关系，之前曾经关系不好，
然后现在慢慢的在修复，然后女儿也，当她跟我说，她很确定的跟我说，她高中要回澳洲去念书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完了，我的手背要更粗，因为她如果真的去澳洲念书的话，生活费应该是会蛮高的。然后就一直在想说，这个部分我该怎么去创造，让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就问女儿说，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因为自从离婚以后，她年纪还小，然后就是跟着我2个人，然后到花莲这样子打拼，然后我们有一点点是那种相依为命的情感。那我就问她说，你准备好了吗？你确定你可以没有我，然后可以好好的生活吗？那你觉得你没有我是 OK 的吗？然后女儿看着我笑一笑说，不知道反正到时候再看。然后这些话问完以后，好像过一段时间，变成我自己开始焦虑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当初问女儿这个话，好像其实应该是在问我自己，好像是变成我比较不能没有她。然后，所以我最近的那个焦虑感，一整个不安全感，一整个一直涌现。然后虽然是很多事情现在来说好像对我来说是太平的状态，可是那个不安，然后不安全一直浮现，然后就要有耐心陪伴自己的这个状态。那今天来其实是来治脚的，因为我盖房子的期间有2-3次的蜂窝性组织炎，然后都是开着车从花莲开着车到台北，然后看徐医师的诊，然后看完医生其实脚就好了，也不用吃药，然后也没有去医院。那我想要到莺歌老街去走一走的这个念头，不知道哪里来，可是其实已经蛮久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行动。那我本来是一个很快会行动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想要来莺歌这一件事情，我就一直拖着它。然后这个礼拜就开始，一下左脚肿，一下右脚肿，然后昨天肿到那个脚的中指就变成2倍大，然后很痛。所以呢，今天早上就决定早起，然后必须要行动。所以一路开过来，其实它就好很多。开车开到莺歌来，大概开了4个小时、5个小时左右。4个。因为他开的比较快，对。所以其实到这里，本来昨天是2倍大，然后到这里只剩下原本，然后再多一点点的。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每次都找自己身体的麻烦。只要我有念头没有去行动的时候，身体就会出状况。然后，反正就是来治脚的。我们谢谢啾啾的分享哈。所以说实话，从他的整个实相创造的过程，看到一个人可以活用赛斯心法，可以在人生当中活得如此的勇敢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个案来看我，那可能面临婚姻的问题，面临经济的问题，那他们常常担心自己不管离了婚之后有没有能力带小孩，离了婚之后有没有办法养活自己过日子哈。所以每次遇到这样的一个个案哈，我常常就会想起99同学的这个案例哈。从一个只会手工艺的一个家庭主妇，也从来没有真的这辈子赚过什么钱，到后来接触赛斯心法，他真的很有勇气的、勇敢的去实现他的梦想，从女儿小学3年级离婚到现在女儿国3了，那即将到澳洲去念书。好，
那一路以来，看他怎么样的去创造，好，包含各位，他的民宿是从买土地、整地，然后自己找人盖，自己画设计图，全部从头到尾自己亲手来。包括刚刚讲自己这个当然请工人来挖井啦，做铁工、做木工，好，包含最近在做防水，去买了12桶15桶的那个涂料，然后花了多少钱？15桶，花了6万块新台币，然后等天气放晴，要去把它涂满整个防水，那因为前一阵子花莲一直下雨，他每天都在哭，什么时候天气才会干哈？那当大家看到理想的实现，是的不如大家以为的梦幻，是的，它的确是要付出很多的辛苦跟代价，但是你们绝对能够看到自己的成果，所以当你们有些人觉得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的时候，像刚刚讲，我就会想到啾啾同学，从一个弱女子，面对先生不断的外遇，无能为力，最后只能走上离婚这条路的时候，她怎么样自己去创造，怎么样慢慢让自己坚强，最后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灵魂永生，爱你的人从来没有离开。好，那进入这个主题，我先再讲一个例子好了。其实大家知道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了种种的可能性甚至鲁伯跟约瑟在接触了赛斯之后赛斯也曾经对他们生活当中做出某一些预言。那当然有一些预言后来实现了，有一些预言并没有实现。好，那预言没有实现并不是奇怪的事，因为刚提到了人生本来就有种种的可能性。好，举例而言，赛斯曾经讲过，有一个鲁伯跟约瑟的可能性是鲁伯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诗人，他的诗得到这个很多的赏识，那也相当的成功。那约瑟则成为一个相当有名的画家，越画越好，那他的画也得到收藏家、得到市场的赏识。那两个夫妻都变成顶尖的艺术家诗人跟小说家，而在社会上享有很大的一个名气。那各位，当然现实生活当中，后来鲁伯跟约瑟有达到吗？没有。鲁伯的诗虽然写得很好，但是并没有在市场上被广为接纳。那约瑟的画，大部分的画都还放在储藏室里面，并没有成为一个很成功的画家。好，那鲁伯跟约瑟其实也有一个可能性，两个人在接触赛斯思想之后不久，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努力，因为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有什么意义？讲一大堆也不知道讲什么的东西。好，接触不久之后就放弃了这个过程。那一对可能性的鲁伯跟约瑟，后来住在佛罗里达，那两个都变成我们社会上所谓的愤青、愤世嫉俗。好，一对有才华的、有艺术倾向的夫妻，那在过去世当中也曾经修行的这么好，而在这一世变得非常的负面。有伟大的理想，可是觉得整个被社会窒息了。对社会充满了愤怒跟不平。好，但是后来他们也没有变成这个可能性。那很有意思的是，本来赛斯提到鲁伯跟约瑟，他们其实都可以活到老年。但是后来事实并没有，在我们这个实相里面，其实鲁伯后来是活到了55岁，约瑟好像活得比较老，活到了87岁，是89是 OK 好，我数字常常会忘记哈。鲁伯55岁就过世了，那约瑟好像活到89岁。那其实赛斯讲过本来鲁伯有个可能性是可以活得更老，在老年的时候死去，但是其实也有一个可能性，他在更早的时候就死掉了。那很有趣的是赛斯讲过一段话，那段话当然是关于人类的潜能，关于
活着的人是怎么样能够跟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做沟通，而且不是少数一个两个，开始变成人类的一个正常且普遍的现象。好，所以赛斯提到有个可能性是应该也是鲁伯先往生，但是他的先生约瑟在鲁伯往生之后，能够跟他持续的保持联络。来，各位仔细听哦。好，赛斯讲到有一个可能性是鲁伯往生之后，他能够跟他的还活着的先生经常保持联系，好，甚至让他的先生知道他现在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各位，不是经过通灵的，也不是经过第三者，也不是经过什么观落阴，不是，是基于他们两个彼此的修行，基于他们对实相的本质的认识，或基于这两个其实都开始有一些我们所谓的神通了。所以有一个可能性是鲁伯往生之后，他持续跟他的先生做接触，那持续的让约瑟知道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进展跟体会跟感受。好，但是我要讲这个可能性后来也没有发生，也没有发生。好，那赛斯为什么要这样讲？各位，你知道赛斯永远对我们的最大的潜能抱着最大的信心，就好像每个父母对孩子。各位，请问你们的每个孩子生下来之后，所有的父母亲对孩子有没有抱着最高的期待？有，是啊。好，我们常讲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不对？所有的父母亲在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其实都一度对孩子抱着最高的期待。好，不管孩子最后达到了没有，那个期待始终是存在的。那甚至有一些父母不见得只是希望孩子达成你的期望，有些父母是真的看到孩子的潜能，真的觉得孩子能够成为他自己心目中最好的版本。好，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只是把自己的期待没有完成的梦想加在孩子身上，有些父母亲是了解孩子的，有些父母亲是认识到孩子内在的潜能的，有些父母亲他是要孩子在此生展现自己最大的能力，在此生发挥他最大的潜能。好，就仿佛刚才我提到的赛斯对鲁伯跟约瑟的期望。纵使后来鲁伯生病，赛斯还是不断的鼓励他，不断的鼓励他。各位，说实话，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了不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不能永远被现实框架住吧。各位，虽然有时候我讲句实话，我们偶尔会被现实打败。你看，像我在抓宝可梦的时候，有时候花了7、8个球，还是让它跑掉啊，对不对？真的很生气，而且偶尔都会骂脏话。这边陶瓷博物馆是乌龟的巢穴，对不对？最近巢穴换了，像我们那边阳光公园是那个阿布拉，黄色睡眠怪的巢穴。我问一下，那个喷火恐龙、小恐龙的巢穴在哪里？南港公园。那迷你龙的巢穴在哪里？单子给我是吧？那个碗粒呢？我现在缺碗粒。英哥也很多哎。真的吗？英哥哪里？那个小人呢？碗粒我还缺4只，就可以变成怪力了。碗粒先变豪力嘛，再变怪力，我就缺碗粒。还有那个有的是海狮。对，我现在就缺碗粒跟海狮，还有成龙。你通通都有啦，你图鉴满了是吧？你几级了？32。你看我听到这个就生气了。
对啊，还有那个啦，艾比郎的先生叫什么？沙瓦狼，我沙瓦狼还没有。对，就那2只狼里面的沙瓦狼，艾比狼我孵蛋孵出来了，成龙我还没有。然后这个怪力就等在3、4只就够了，它就是那个海狮啦。好，残念哈，来，我们回到我们主题。要讲到哪里？啊，现实。虽然我们常常被现实打败哦，你看这同学真的越来越上轨道了。各位，虽然人生有时候真的不尽理想，有时候真的让你错愕，怎么会这样？就像我昨天看到那个卡比兽在我面前变成烟一样，都开车追出去了，还变成烟。各位，人生真的有时候啊，就像这阿甘里面提到的哈，啊，人生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口味。好，虽然我们会被现实打败，虽然偶尔我们真的会因为现实而捶胸顿足，可是各位，我还是要讲，人永远不能失去伟大的梦想。好，人永远不能失去伟大的期待。好，就像之前我在台北分会上课一样，各位，人因梦想而伟大，这句话绝对是真的。人因为梦想而伟大，甚至我一直很感触，我常告诉大家，儿童青少年常常拥有的不多，却拥有伟大的梦想；成年人、中老年人拥有的物质越来越多，却失去了梦想跟理想，成为了一个只会在现实当中生活的行尸走肉。所以如果以赛斯心法，我会跟各位说，请不要停止梦想，请不要停止实现你的理想。一旦你停止了，你跟死亡没有两样。也不要讲灵魂永生了啦，你已经死了啦。各位，好，那天不知道听哪一个个案讲，好，人不是肉体断气那天才死掉，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死了。各位仔细听这句话，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死了，因为他们不再有理想跟梦想，他们就只是活着。好，所以刚刚提到，当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常常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却觉得很快乐，我们却觉得有远大的未来，有没有？当我们到这把年纪了，很多时候你该有的也有了，不该有的也不会有了。好，我是在讲生小孩吗？哈，好，各位，该有的也有了，不该有的也没有了，也不会有了。各位，但是仔细听，你们却真的没有更快乐，真的啊，你们却真的没有更快乐，因为我们已经忙着应付现实了，我们已经真的忘了，我们是在现实界里面去落实我们的梦想，我们已经不再做梦了，不再有梦想了，不再落实我们的理想了。好，如果各位你是这样的话，徐师建议你赶快恢复吧。真的，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好，再回到刚讲，所以赛斯对鲁伯约瑟讲的那个可能性，就是在鲁伯往生之后，他跟他的先生还能在人间跟另外一个实相持续的联络，持续的沟通。好，各位仔细听哈，我最近在网络电视台一直提到，整个赛斯心法是人类2-3千年来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一场心灵革命。来，各位绝对不要怀疑。而赛斯心法会在目前人类的文明正在走下坡崩解的过程当中，开始酝酿下一个人类文明的种子。来，各位，目前人类的文明其实是开始在往下走了。我常开玩笑讲，像你们看欧洲，有没有？好，那些靠着历史古迹在赚钱的国家，各位，欧洲整个现在就完全靠德国在撑，德国在撑，是啊。好，该没落的都没落了。好，你看美国，好，都选出川普了，还会有什么未来呢？对啊，好，然后台湾多么卑微呀！
好，我们的总统啊领导人跟对方通了一个电话，就变成我们的头条新闻。我们的领导人跟川普通的电话又怎样？人家真是对你安着好心吗？你不要忘记，人家是个商人啊。我最后卖更多武器给你嘛，让你跟对岸两相厮杀嘛。各位听懂没有？你要买多少，我都买给你啊，对不对？军备解禁嘛。台湾要核弹，我也给你啊。我让台湾消灭对岸，不是更快？各位听懂没有？不要高兴啊，人家只是想赚钱呐，了解我的意思吗？台湾领导人跟川普通个电话，还举国欢腾哦。各位，你觉得卑不卑微，可不可笑？川普说，买100万是？买100万什么？100亿，就是要卖军火给你嘛，因为美国要赚钱嘛，对嘛？卖给你看，你要杀谁都可以嘛，或自己军火库爆炸也可以嘛。你脑子坏了哦，各位，军备竞赛哦，台湾干脆造核弹好了啦。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各位明白吗？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啦。是好。再回到刚刚就讲到哪里了？所以要你们在就是很重要。一个人类伟大的文明，各位，我一直告诉大家，目前是人类第4个所谓的文明。好，除了第2个鲁曼尼亚文明之外，第1跟第3个文明大部分走的是我们这个路线，走的是内燃机，就是引擎好的这个路线。所以第1个跟第3个文明，它跟我们一样都是高科技的物质文明，但是因为过去的地壳的变动、气候的变化，让前3个文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在。好，那过去一直有一个传说，就是古代有个伟大的文明叫亚特兰提斯。各位，在少女漫画里面有没有？是尼罗河的女儿吗？没有啦，我没有看尼罗河的女儿，只是知道大家小时候好像都看过这一本少女漫画叫亚特兰提斯。后来赛斯提到了亚特兰提斯其实并不存在于时空当中，它其实是在架构2的实相里面。亚特兰提斯文明并不在过去，那我们现在认为过去的这个亚特兰提斯文明，其实不是亚特兰提斯，而是由3个小文明被我们凑在一起，我们以为它是亚特兰提斯文明。所以亚特兰提斯文明并不在过去，它其实是在梦境当中，它其实是在架构2。那如果要以时间来讲，亚特兰提斯文明是在目前人类的未来。各位，好，那亚特兰提斯文明，如果各位你们去 Google 一下，好，对亚特兰提斯文明有一些描述。第1个是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第2个，亚特兰提斯文明是一个高度进化，而且它是人类有史以来，各位我说的有史不是我们这个文明哦，我说的是包含前3个伟大的文明，是人类有文明以来，有地球以来第1个把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结合得很好。好，比如说像我跟大家讲过，我们现在的医学是精神文明吗？不是。好，甚至早上我们在新念上培训的时候，再次还提到，早年的会到你们家出诊的家庭医师，更了解每个个人的疾病与家人互动的关系。早年带着出诊包到你们家出诊的家庭医师，更了解每个病人的疾病与他的环境、与他的婚姻的关联性。而现代的医生则被医学的知识、仪器，还有对身体的物质方面的知识弄得晕头转向，
而忽略了人的疾病与他的家庭，人的疾病与他的生活，人的疾病与这个人的内心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你们都是到大医院就诊，你们是被抽离的，被疾病被单独的看待，所以早年会到家里出诊的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其实对于身心灵的概念是更熟悉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文明发展了很多物质层面，各位，但是我们的精神能力相对的萎缩了。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个文明到现在还完全没有办法对我们交代人死后存不存在，人死后如果存在去了哪里。各位，我们的科学没一句话交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的科学没有一句话可以交代，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科学无知到这个地步，各位，连我们所有的人最切身的问题，他回答不了。各位，请问，人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到底你往生的亲友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对我们重不重要？可是科学既没有能力，也回避这个问题，甚至在他的理论里面暗含着根本就不存在。你问我干什么？根本就不存在，因为物质解散了，精神随之解散。各位了解吗？在科学的后设理论里面，物质崩解了，各位，物质崩解了，意识随之消散，因为意识本来就是附着在物质有机体的一种状态而已。当物质解散了，肉体崩解了，多重器官衰竭了，医生宣布死亡了，意识随之消散。各位，这是科学的后设理论。后设理论，他不明白说出来，但是整个科学的理论是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基础。好，再回到刚讲，对于我们最切身的问题，科学是回答不了的。好，我再回到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科学与心灵的真正的结合，叫亚特兰提斯文明，而且我很明白确定的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个文明，而且就从2000年开始到2075年，就是在酝酿这个文明最重要的关键，各位，就是我们现在。所以我甚至告诉各位，赛斯心法它就是在催生下一个人类伟大的文明的关键。所以我希望我让各位知道，当我在推广赛斯心法，我把它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对我来讲，所谓的推广赛斯心法，就是在播种下一个人类3000年的文明，下一个人类3000年的文明。就你们所知道，基督教文明到目前为止多久？2000年。佛教文明到现在多久？2500年。这样了解我的意思？赛斯心法在播种人类下一个3000年的文明，而且我会告诉各位，那是有地球以来，有人类这个种族存在以来，地球所能诞生过的最伟大、最文明、万物和平相处、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各位，我记得我在大陆上过这堂课的时候，我就感冒了，因为能量太强了。好，我需要透过一些感冒的症状，把这么庞大的能量做一些清除的动作，因为我要回到日常生活，各位了解吗？我要回到日常生活。好，当我讲到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最伟大，第一次人与地球的灵性合作了，第一次人跟万物和谐相处，第一次人类把自己的心灵跟科技做伟大的结合，第一次人类的科技开始尊重生命，第一次人类明白了转世的
奥妙。第一次，人类开始使用自己的心灵力量，包含身体伟大的自我疗愈力，包含创造实相的力量，包含预知未来的能力，包含在活着的人开始有能力跟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做连结的能力，而真的打开了人类的多重宇宙的观点。好，不是只有在这个 Doctor Strange 的剧情里面才发生的，有了解吗？人类开始明白意念建构实相，人类开始明白多重宇宙，多重宇宙的概念。人类开始明白，原来时间跟空间只不过是一个幻象。人类开始真的明白，我们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而内我跟全我的概念被引进了，而人类真正的感官叫内在感官，而肉体感官只不过是内在感官在肉体上的一个外在的显现而已。人类第一次如此直接的认识到自己的灵魂跟心灵，各位，这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亚特兰提斯文明。而且我会告诉大家，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现在正在建构这个文明。甚至，我们现在也透过网络、手机这个平台，把这样的概念传播到全世界去。所以各位，好，首先我要恭喜各位。如果以灵魂来讲，灵魂的一次周期是2000年，大轮回。灵魂的一次周期是2000年，小轮回一次的周期是100年。所以为什么对等人物是在100年内有3到4个肉身？各位，因为小轮回对个体而言是多久？100年。对整个大灵魂的周期是多久？2000年。我讲过，上个2000年，人类诞生了伟大的基督教文明，及伟大的佛教文明。下一个2000年、3000年，则是亚特兰提斯的伟大的文明。那各位，就像刚刚讲，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从你们的今天开始，你们其实就是共同建构这个文明的先驱者。甚至在网络上听到这一段福音的人，各位，我称之为福音。我很早就告诉各位了，许医师真正的身份叫福音使者，我是来告诉大家福音的。是的，这个世界越来越乱，是的，这个世界在颠覆当中，但是在这个世界的混乱颠覆当中，将生出一股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力量。所以我再呼吁一下，任何忧郁、沮丧、想自杀的人不要急。自杀这种事情每天都可以，无论晴天下雨天、春夏秋冬，各位，它没有季节限定，有没有？有的东西还要冬季限定，对不对？有的东西还要看，像补那个防止漏水，对不对？还要晴天才可以。各位，自杀有晴天才可以吗？下雨天不行吗？自杀有没有限白天可以，晚上就不行？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嘛。各位，所以自杀这件事什么时候都行，有这么急吗？像赶银行3点半吗？有急吗？各位，你们说好急好急，急什么？急着要自杀，有这么急吗？所以有忧郁、沮丧的人、自杀意念的人，来看着我。不要急，不要急，不是赶3点半，对，没有那么急，有没有？对，是啊，不要那么急，再等一会儿。好，因为我告诉过大家，人类的一个最伟大的文明已经开始诞生了。从哪里开始？从
从这里开始，从灵魂永生、爱你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开始。从你们进入赛斯心法的第一天，各位，如果你们够认真，你们就会发现，赛斯心法把所有过去我们个人性的限制性信念都打掉，有没有？都打掉。是啊，好，所以各位，好，你们未来一定要持续做2件事。一件事是持续把你从小到大这2000年整个社会文化赋予我们关于个人性的、关于人性的、世界的限制性信念拿掉。对于你是谁，各位，你是由宇宙最神圣的布匹剪裁而成的。你是谁？你是由宇宙最钟爱的能量，由爱跟智慧所形成的。你是谁？你是一个不会随着肉身的消失而毁灭的人。你是谁？你是一个内在带着伟大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跟神通的人。你是谁？你是来这个世界完成你个人独特性的伟大梦想的人。各位，我已经告诉过大家，小心这样的领导人，他要你们去实现他认为的梦想。各位，那不是我，我是来协助你们每个人实现你们的梦想的。你们是谁？你们身上流着神跟佛的智慧跟爱的血液，明白吗？在偶尔你们也很笨，也很白目。各位，那是因为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你们是谁？你们是来地球成就一番伟大的个人的理想。你们是谁？你们是认识到宇宙的种种的可能性，你们认知到你内心的冲动，爱的冲动，你认识到跟随你内心爱的冲动，在种种的无限可能性当中，选择出一条你能够成为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的道路的那个人。你们是在地球上成就佛的智慧、神的慈悲的那个人。你们是来彰显神佛的智慧，你是来荣耀造物主的。借由什么荣耀造物主？借由你个人的价值完成。各位，你们都不认识自己，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是你的本来面目。你们头脑知道过，随之淹没在种种的卑微、无明、业障、原罪当中。各位，没有人如此的看着你的眼睛，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你是。各位了解了吗？你们就是造物主最钟爱的造物。你今天可以很笨，可以很爱嫉妒，可以很贪吃，可以胖得很离谱，各位，但是你依然离不开你的本质。是啊，所以各位仔细听，是一个人类全面性的全部重新自我认识的时候到了，是一个人类集体必须要全部重新觉醒的时刻到了。不管医学怎么告诉你，你们身上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只是你知道多少，会用多少，相信多少而已。这样各位有没有概念？赛斯心法颠覆了人类有史以来对自己的看法，它是地球所能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一套学问，因为它让各位见识到你们存在的伟大跟不可思议。各位，它让你们每一个人见识到自己存在的伟大跟不可思议。而唯有这样的心法，这样的哲学，才配得上人类，其他的都是在贬低人类，明白了吗？因为你们的自我限制性信念，让你们打开不了内在的能力。
各位，人类的内在潜藏着巨大的能力，但是从来都没有一把这么好的钥匙打开过。有历史以来，曾经有人打开过，告诉了众生。各位，那个人叫佛陀，叫耶稣，这样了解了吗？从有历史以来，曾经有人打开过这个潜能，告诉大家，你们就是未来佛，你们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充满的神的造物。各位，曾经有人这样告诉过人类，但是那时候的人类还没有全面性的准备好，各位理解吗？于是过去告诉人类的这些话语变成了宗教了，它变成了宗教了。是啊，好，所以我告诉各位，请从今天开始改变你们对自己的看法。讲白话一点，请你们狠狠的改变对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赛斯心法修行的核心。第一个，拿掉这2、3千年来所有的限制性信念。再来，借着这个过程，逐一的打开你内在真正的本能。你开始认识到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到底与你的自我意识、与你的内心连结的是哪一份能量？到底你的肉体之所以能够存在，你的肉体之所以能够运作得很平顺，其背后连接的一份怎么样神圣的宇宙的能量？各位，而那一天，亚特兰提斯文明，人类将明白我们不再受限于肉体感官。各位，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将打开。好，我这样讲，在7000多年前，古代埃及时代，人类一度是有能力能够跟往生后世界的人沟通的。在7000多年前的埃及时代，人类一度有这些能力，后来就没有了。是。好，回到刚讲，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从你们进入赛斯心法的那一天，你们就要知道，你们已经踏上了一条伟大神圣的道路了。各位，不是为了谁，是为了谁？不是为了别人，是你们自己。好，我刚刚已经一直在讲了，成就这个伟大光辉的人是谁？是你。成就在哪里？成就在你的人生里面。各位，简单来讲，你开始以人类的身份行使你内在神的力量跟佛的力量。很简单，各位，不用花你1毛钱，你先相信。你先相信，不用花你1毛钱，再配合我们的神奇之道，结果先确定，自然方法来，轻松不费力，信任、感恩加行动，但要有耐心。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灵魂永生，爱你的人从来没有离开。好，因为这个主题我要这样讲，各位，第一个，在座的每个人早晚都会死。第二个，你们所爱的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舅舅、姑姑阿姨、伯父叔叔、长辈，好，在你们长大的过程当中，也陆续的会离开。有一天你离开了，你的孩子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各位，好，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物质文明蒙蔽了人类的心灵。各位，我们现在这个物质文明蒙蔽了人类的心灵，所以很多的人类相信，所有你爱的人离开之后就不再存在。尤其是理性主义跟科学主义，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笨蛋，
各位，人们相信或半信半疑，那些离开的人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各位仔细听，我要各位开始相信，所有那些往生的人都没有消失，而且持续存在，而且持续在学习跟成长，而且我告诉大家，过得很好。好，这是我要大家去相信的。啊，甚至在大陆上课，啊，因为各位大家知道，大陆现在这一代70、8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好，当年都是受到这个唯物论的灌输，有没有？他们都不相信轮回，也不相信宗教，也不相信死后人会继续存在。但是后来我就跟一个同学说，叫他跟他的父母讲，不管他过去相信什么，请他开始相信人死后是存在的。各位，原因很简单，当你怀抱着人死后是存在的，你对死亡的看法会改变。当你们面临身体的病痛，当你们面临自己的可能往生或亲友的往生，你会知道那只是一个形式的转换，明白了吗？你不会觉得那个人永远消失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现在我们最常有的念头是什么？他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有没有？那再来呢？下辈子呢？渺不可知嘛。下辈子能再相逢吗？相逢何必曾相识？当相逢了，我还认得出来他是他吗？各位，除非那个孟婆汤是由黑心商人制造的吗？喝了过了期的孟婆汤。各位，好，来再告诉大家一件事：亚特兰提斯文明的人类都记得自己的前世。好，他们也有极佳的身体自我疗愈力，再搭配上医学的辅助，明白了没有？好，回来刚讲，我跟那大肚同学说，不管你爸爸以前是北大清大的都不管，如果他相信灵魂永生，对于他此生的肉身的结束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各位，你要知道一个人面临死亡恐不恐慌？各位，断了气我会去哪里？很多人会自我安慰，尤其是那些存在主义的笨蛋，反正存在就存在嘛，死了就不存在，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好怕的？各位，存在主义的笨蛋，听懂了没有？是，他们会自我安慰啊，死了就不存在了，有什么好怕的？我就认真的活啊，反正就灰飞烟灭啦，所以其实都不存在，有什么好怕的？各位，他脑子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从一个人从存在到变成不存在，你打从内心你能接受吗？各位，如果人只有一世，从虚空来归于虚空，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的存在会不会就是一个幻觉？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假设你们这样想，在你出生前你不存在，在你往生之后你也不存在，那你这段时间你为什么存在？整个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各位，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是啊，各位，好，就像宝可梦，我们要换成糖果，它没有消失，它是回到博士那里，变成一阵烟跑掉，它其实会再回来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你仔细想哦，如果在你这次存在之前你是不存在的，当你面临肉体的死亡生病，你将继续归于虚无。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为什么要存在？既然你的存在最后是没有什么都不存在的，你现在为什么要存在？你为什么要受苦？各位，我告诉大家，只要任何人生的不顺利，你就自杀；只要任何的病痛，你就立刻自杀，你就解除了存在，你就从存在变成非存在了。那非存在就没有了嘛，连你都不在了，感知还在吗？ perception 就不在了。什么叫 perception？ 感知。各位，所以结束你的存在吧。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如果我们这样看生命，各位，我简单讲，那就去杀人放火就好了。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所有一切的存在归于什么？就是无意义的。所以一切的爱恨情仇永远没有意义的，明白了吗？因为你只存在一次，这个世界未来过去也不会有你。各位，甚至我会告诉你，假设你这样相信，连你现在以为你的存在都是一个幻象。听懂了吗？你根本是什么 ？Nothing。什么叫 nothing？ 各位，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一个 nobody。Nobody bonjour。各位，你就是一个什么？你不只是 nobody，nobody 只是人家不认识你，你还可以自我感觉良好，你根本就是什么 nothing。各位，你明白了吗？这对人的意义、人的价值是不是多大的剥夺啊？怎么会有这种哲学？各位听懂了没有？你们在座每个都去死一死算了。各位听懂了吗？各位，你仔细去思考，你在存在之前你是非存在的，你在结束存在之后你也是非存在的。在肉体瓦解、火化、埋到土里烂掉、长蛆之后，你也不存在了。那么你的存在就是活着的人的一个印象了。那记得你的人也死掉了，你就永远不再存在了。你就像宇宙当中的一缕青烟，明白了吗？各位，如果你们都是一缕青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现在还要存在。你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买房子、买车子，孩子上不上学？要不要去治疗疾病？逛不逛莺歌陶瓷老街？还穿个白色衣服，穿那么帅，还人家当拍卖主持人，还要交女朋友。各位，你们的一切存在都怎么样？没有意义，听懂了没有？各位，你不要小看我现在说的这段话，它弥漫在人类心灵的底层，听懂了吗？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你们的爱，你们的恨，老公被抢走又怎么样？反正也无意义啊。我生病又怎么样？反正也无意义啊。我今天赚到钱又怎么样？也无意义啊。你去杀个人也怎么样？反正也无意义啊。你走在路上给人家强暴了，反正这个肉身也是无意义的啊。死了也毁灭啦，反正也无意义的啊。多强暴几次有什么关系？各位，你明白吗？这个底层的无意义感，其实才是生命的最大的杀手。明白了没有？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人类的主流文明。当然我知道这个人类的实验有其目的，但是真是一个他妈的主流文明，听懂了吗？这就是人类现在的主流文明。各位，你们醒醒吧！你们醒了没有啊？你们醒过来了没有？各位，这样的无意义的思维是弥漫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讲一句实话，赛斯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大声疾呼？赛斯跟我们什么关系？这只老鬼你从哪里来的？各位听懂了吗？你们现在知道赛斯的慈悲了没有？八竿子我们跟他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用从几亿万光年之外穿透重重的时空来告诉人类，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告诉人类，你们不是来自虚无，在短暂的一生存在之后重新归于虚无的。他告诉你们不是的。各位，你现在能够了解赛斯的慈悲了吗？你们现在了解赛斯的用意了吗？他甚至有时候还幽默。
你们人类太有创造力了，竟然能创造出这种文明，一个不相信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文明，一个相信自己从虚无来，在短暂存在之后继续归于虚无。你们人类真有创造力呀！各位听懂了没有？你们人类的创造力真好，创造到你们不相信有一个造物主。对，好，就看到一个囡仔高到尾无老爸老母啊啦，伊免人生，你知无？这个囡仔高到尾是免人生的啦，他没有爸爸妈妈了，他不用人把他生出来了。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各位，姑且不论其他的，这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多大的一个伤害。当你觉得一切没有意义了，各位，你为什么要活着？好，我再告诉各位，你们现在知道赛斯心法多伟大了吗？他在所有你们的一切的存在当中找到它的意义，而且让你发现这个意义本来它一直在那里。各位明白了没有？当一个人能够对自己的存在赋予意义，当一个人能够对自己的疾病赋予意义，当一个人能够对自己的受苦赋予意义，当一个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甚至对死亡赋予意义，这是多么宇宙伟大的礼物啊！各位听懂了吗？你们活在哪里？你们活在意义里面。可是我讲了句实话，来，各位看着我的手。这个世界有没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且活在没有意义中？有没有？有没有？有。多不多？你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这样听懂了吗？这个世界有多少人相信存在的本质是没有意义的？又有什么意义？出生跟死亡又有什么意义？有没有？是啊，各位，当你从你的内心否定了存在的意义，否定了你自己生命的意义，各位，赛斯会说，我只能祝福你这个愚蠢的大白痴啦，还能怎样？谁叫宇宙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来让我们相信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有没有？各位听懂了没有？就像你生了一个孩子，巴巴的让他长大，结果他给你自杀死掉了。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生了一个孩子，巴巴的长大，他给你自杀死掉，你什么心情？你娘卡好哦！听懂了没有？你这么辛苦生他干什么？你还半夜起来喂奶，你还跟他换尿布，结果他给你长大，妈妈，我质疑生命的意义啊！妈妈，我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继续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妈妈，我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各位，你有没有傻眼？傻眼了没有？啊，既然你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那我把你生出来干什么？各位听懂了吗？我把你生出来干什么？各位，所以不管你相不相信，所有一切的存在是有一个伟大的意义。各位听懂了吗？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告诉大家，赛斯心法要带领人类迎向一个伟大的光辉的人类文明？现在你们有概念了没有？因为这个部分科学给不了我们，医学也给不了我们，它给不了我们这个东西，正是不断的剥夺。好，回到我们的主题。好。爱你的人从来没有离开。好，我刚刚讲了，各位，我要你们开始相信，所有你爱跟爱过你的人，是的，他的确没有离开，是的，而且我要各位相信，你现在的确能够跟他连结。我说的是现在，我说的是透过你的内心，我说的是透过你的梦境，我说的是透过你在做心理实践的时候，我说的是人类本来就有与这个世界交流的能力。这能力本来就是我们的，只是我们没有打开，这样明白了没有？各位，不管你们未来打开多少，你就是有。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是的。我甚至告诉大家，我们在潜意识层面，其实不断的收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所爱的人传给我们的讯息。
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训练，我们没有这个信念，了解吗？第一个，我们没有这个信念；第二，我们有太多的限制性信念，让这些讯息没有办法浮到意识层面。好，所以我要跟各位说，请从今天开始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好不好？来，我们休息5分钟，马上回到现场，谢谢。